GH4、GH5是陪伴我学生时代最久的相机，我用它拍过数不清的 vlog 评测，甚至还用它拍过英雄联盟春季赛的宣传片。那个时候胆子是真的肥，拿一台微单就去拍了。还好我们的甲方是拉克斯，是懂行的，没有为难我们。那 GH5 确实是一台很不错的相機，它能拍 4K 60帧奥埃编码的施比特422 4K 25帧。那你要知道，这是一台2016年底发布的相机，那时候别的厂都还在挤牙膏，然后松下跳出来说，我们专业相机反正也做得不好，那我就把功能下放吧，所以就轰动了整一个行业。因此哪怕到了今天，我有时候还是会推荐 GH5，毕竟它现在二手只需要5000块钱。那你要说它的问题的话呢，它当然有，除了动态范围比较弱，防抖加上广角会出现垃圾现象但它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自动对焦。但这也不属于 GH 系列的问题了，这是松下所有产品的问题，实在是太影响使用了，真的就是阴间。如果你用过的话，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为我缔造了无数丢焦、拉风箱的画面。那在松下借助 GH5S、GH5-2还有 S5 不断打击我之后我总算是丧失了对它自动对焦能够改善的幻想这个时候 GH6 来了。那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担心过它的画质，我只在意一点，就是你的对焦到底修好了没有。所以前几天我一拿到样机快递，我第一时间就拆了箱子，立刻把镜头装上开始测试。当我看到 GH6 这块小屏幕上，焦点迅速的合上了，然后那个人物跟踪框一直显示着我太兴奋了，松下总算是站起来了，这无敌了对吧？然后拿着机子满公司跑，给小伙伴们炫耀。炫耀完以后，我觉得这逼装还不够，我又回家给小鱼看，我说 BB 你看这机子你绝对喜欢，并且用的 R5 又轻又好，还不过热对焦现在也没问题了，你就用它来拍视频。然后呢，我就和小鱼用 GH6 拍了我们公司的这个年会视频。在 GH6 的屏幕上，我一直盯着它，然后我发现它是牢牢锁着我和小鱼的头的这个非常不错松下，这个为你点赞。然后小鱼这时候说，你看看边上。为啥呀 GH6？ 我问你为啥？为什么你还是采用了先进的 DFD 反差对焦？无论你怎么调参数，你都逃不过这种被这种拉扯支配的恐惧。所以这期视频真的是少有的开头我先讲缺点的评测，因为我心态真的已经崩了。GH6 除了对焦系统，别的方面都很不错。这种遗憾，但是已经有了太多次了，别的机型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都已经不想再鼓励松下了，好吧？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点样片，然后再来讲讲别的它比较好的地方。对，当然这些样片都是使用手动对焦 Pad。所以看完样片给你的感受是什么？也欢迎你在弹幕上评价一下。那从我的个人观点来看 ，GH6 的画质提升还是非常巨大，无论是动态范围还是色彩，尤其是色彩，我觉得如果你用过之前的 GH 系列的话，看到 GH6 的画面，感知应该还是挺强的。松下总算是下放了满血版的 Vlog 到了 GH6 上面。那除了这个东西，还有松下引以为傲快了5倍的对焦系统。那 GH6 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 ProRes 的加入。那今年似乎很多厂商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力尼康 Z9 有了 ProRes， 那现在 GH6 也有。然后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松下付出了多少努力。现在 GH6 也有了个主动散热的风扇，你在拍摄 ProRes 的时候，你是可以明显的感到热量在喷涌出来。那也是为了达到这个超高的码率，现在 GH6 的卡槽变成了一个 CF Express Type B 卡加上一张 SD 卡，所以如果你想拍 ProRes， 那很抱歉，你只能够用 Type B 的卡。那你觉得这个值吗？
就 Type B 卡虽然说现在越来越通用，越来越普及，但是价格就还是摆在这里，动辄几千块钱，并不便宜啊。那这里请允许我给我们自己打一个广告啊。那其实我们和 ChipFencer 也有这个联名的 CFB 卡，质量和性价比都还不错，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虽说这个编码有总比没有好，剪辑也会更流畅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 GH6 上的 ProRes 还是有着很多的问题。那首先你在 GH6 上，目前你只能够记录 5.7K 最高30帧的 ProRes 422或者 HQ，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主要还是码率还有数据量上面。422 HQ 的码率分别是 1.1 和 1.6 Gigabits 每秒，也就是说平均1小时 GH6 需要花掉你500 GB 或者700 GB 的存储空间。那对比一下它的 5.7K H.265 编码，它每小时只会消耗你125 GB 的空间，这个差距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大的。那这里我想抛出一个我的小观点啊，这个不一定对，我觉得 ProRes 最适合的分辨率其实就是 4K 和 1080P。这个编码的最大问题就是它随着分辨率的增加，它的数据量是不断飙升的，而不会用更好的算法或者别的方式来减缓数据量的增长。所以对我来说，我会更加期望 GH6 能够支持 4K 或者 1080P 的 ProRes， 这样是在数据和画质之间比较好的一个平衡。那松下也说了，在这之后的固件里面会提供这两个选项，但是目前你只有 5.7K 这一个选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ProRes 能够支持的最高帧率，目前只有30帧，它将来会不会提升更高，我们也都不知道啊。所以目前你买一台 GH6，你最理想的记录规格应该就是 4K 10比特422 60P All-I 的这个编码，亏我还能背下来啊。那我们的样片绝大多数素材也都是在这个规格之下来进行拍摄的。那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还发现 ProRes 还有 All-I 的这个编码，它颜色居然会有这么一点不一样，这我感觉是一个 bug， 但是我还不能够完全确定。OK， 那现在来讲讲我最喜欢的摄影机功能——升格。GH6 这次给到了 4K 10比特420 120 FPS， 还有 1080P 10比特422 240 FPS。如果你选择舍弃一点，变成10比特420的话， 1080P 可以达到300 FPS。这应该就是目前微单升格的天花板了。那你要说画质的话，只能说你控制好曝光还是不错的啊，是不错，没有说特别好但是就是你需要很注意，绝对不能够欠曝。那因为帧率已经到了300帧，所以你拍一些水果、美食，已经可以出一些非常好的、非常有质感的升格效果了。那既然这次 GH6 能够给到300帧，就说明这块传感器的读出速度本身是很高的，加上 M43 本身是小幅面的传感器，所以 GH6 的果冻效应可以说是非常的轻微。这一点你可以通过画面很明显的看到，这应该算是小底相机少有的优势。动态范围，之前第一眼看到参数上 GH6 和上一代一样，还是12档动态范围的时候，我是挺失望的，因为看这个对比就非常明显，这个是 FX3， 这个是 GH5 的2代，差距特别的明显。但是等到我真正开始用 GH6 加上这个满血版的 Vlog， 我发现动态范围的改善还是非常显著的，高光过渡比以前好了很多，暗部细节也都在，非常的有质感。然后满血版的 Vlog 是我觉得至今最好调色的曲线之一，你甚至可以直接套上阿莱摄影机的 LUT，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违和感。那我本来觉得这也差不多了，对吧？也挺好的。然后我后面发现 GH6 菜单里面多了一个功能，动态范围提升功能，牛啊！之前都靠软件都可以提升动态范围了，还不收钱。然后我打开以后，我本来以为是玩的嘛，然后我发现它居然真的可以提升动态范围。GH6 的动态范围开上这个功能以后，就变成了13档以上啊，特别的神奇。但是你仔细一想，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 bug 吗？对吧？你本来默认是12档，然后你开了功能变13档，那你为什么要给我12档？然后很快我就发现这个功能的限制，它的 ISO 最低只能调到2000，最高帧率也掉到60帧。我推测它的本质还是多帧 HDR 合成，利用较快的读出速度，连续拍摄过曝还有欠曝的帧，然后合成。所以仔细想，这个功能其实很多手机里面都有，对吧？这个时代真的是变了，现在变成相机厂商在用手机厂商的这个技术，只不过是功能更好一点。那因为基准 ISO 高了很多，所以我很建议你只有在光比大的情况下再来使用这个功能，去多获得一点暗部信息。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向右曝光，如果你太亮的话，还需要配上 ND 滤镜，就是会繁琐很多。这一通操作下来，其实我自己就会掂量掂量，我到底有多少场景会需要多出来的这一档动态范围。
高感，实话说，你不能对 M43这样的小幅面有太高的期望。有一句话挺有道理的，物理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类的各种技术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它妥协。那 GH6 虽然有着动态范围扩展功能，但是它并没有双原生 ISO， 所以说 ISO 2000最多3200是我在拍 Vlog 时候能够接受的极限。可能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能够借助 M43大光圈镜头，或者是这种加速器转接环，也就是在转接环里面放了一个放大镜，把光给聚集到传感器上面。这样夜晚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不提升 ISO， 仍然获得一个更好的曝光的画面。那我们再把话给翻过来说，小的传感器会有劣势，但是它也有优势，就是防抖会更好做。那这是 GH6 的重要卖点之一，官方号称它有 7.5 档的防抖，所以哪怕是没有光学防抖的镜头，60毫米以下也能够撑住比较好的一个稳定的画面。那再加上光学防抖共同协作的话，松下官方说可以支持到140毫米，等效280毫米，相当于你拿一个300毫米的大炮手持拍摄这个你可以看一下，确实还挺震撼的。这是开防抖，这个是关掉，所以直接决定了素材的可用程度。但是这类防抖我觉得更适合的就是标准镜头或者是长焦，广角镜头还是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我叫做垃圾的现象，因为传感器移动导致画面拉扯，这个还是非常影响观感的，而且你后期是没法修正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平顺的移动的大范围的画面，你还是会需要一个稳定器。现在到了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 GH6 的整体设计。别的地方我可能会抱怨再吐槽一下，但是 GH 机身设计还有辅助功能，我觉得松下还是非常良心的。这次这块屏幕是184万点，那给一个参照物的话，索尼 A7M4 是103万点，差了快小1倍。然后机身的话 ，GH6 是在 GH5 的基础上融合了 SEH 所有被夸赞的点，主动散热、前置的 Rack 键，还有个人非常喜欢的像 Airy 的 UI， 松下是一点都没有刀，全部都下放给了 GH6， 所以拿到手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生产力工具。这次 GH6 也保留了完整的 HDMI 接口，为将来的外露做好了准备。同时它有个 Type-C 接口，是 USB 3.2 Gen 2。那这么快的接口，日后很有可能会支持外接硬盘录制，同时也兼容 PD 协议充电。如果说你想边拍边充的话，你必须要使用 PD 协议的充电宝，普通的充电宝是完全不可能用的，哪怕租一个共享充电宝也不行。它的充电器倒是支持 PD 快充，不过在我们的测试之中，也只能够有10瓦左右的功率。哦，对了，还有一点，老款电池 GH6 是能通用的，但是不能够拍 ProRes。如果你想要拍 ProRes， 你必须要花钱买他们新出的电池，应该是和电压有一些关系。那辅助功能方面，这次 GH6 专门针对音频做了优化，给了独立的快捷键、更多的轨道、更多连接方式，还有全新的菜单，是我目前使用过音频体验最好的尾单。视频方面，它机内自带波形图，快门可以设置快门开角，机内有变形宽银幕的反挤压，能够拍摄变形宽银幕的画面，也就是4:3的画面再挤压出来，非常有质感。然后机身正面增加了一个快捷键，就是一个大头特效，可以在视频的拍摄过程中放大手动对焦区域来确认焦点的位置，但这个过程是不会被录进画面里面的那这样一看，松下的工程师老哥你自己心里还挺清楚他们自动对焦几斤几两的但是这个手动对焦呢，确实还是挺好用的，比峰值要靠谱很多。我还听松下老哥提到了，他们还做了一个 App， 可以在图传的同时控制机器，但可惜在我们测试这个时间里面，这个 App 并不处于可用的状态，所以只能够期待一下。所以综上所述，你会发现，你真的不难看出，松下是在把一台电影机的内核死命的往 GH6 里面塞，从拍摄参数到动态范围，再到各种细节的设计，松下真的是做对了大部分的选择。但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尖锐的讨论，我也很好奇你的想法。在2022年，包括电影机厂商都在追逐更大画幅的时候，你是否还会愿意花一台 A7M4 还有 R6 的价格来选择一台 M43 画幅的摄影机？那我个人有点小小的拙见，我的想法，其实我挺喜欢 M43 传感器的，因为现在全画幅用的多了，我总会觉得我光圈一开大，它的景深会浅的过头，就是太浅了，只有眼睛一点点在焦内，别的全部都不在焦内。但是 M43 的话，你可以在同样曝光的情况下来获得更深一点的景深那别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助裁切来获得一个更长的焦段，然后镜头相比全画幅会小很多，也要轻很多，大概就是这些小优势。所以我就很好奇，同样的预算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相机？是能拍 4K 60的 R6 和 A7M4， 还是具有 6K ProRes 还有 4K 120帧的松下？那对我个人来说，还是自动对焦。我很抱歉我第5次提这个功能，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你既然选择了 GH 系列或者别的微单，你都是单兵作战，自动对焦的缺失真的很麻烦。所以说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很频繁的做松下的评测，因为每次的结论基本都是一样的，它永远是一个有着男人缺点的良心公司，就是这样。
但是这次我有一个小道消息，也许会有一点转机。松下的老哥向我暗示了一下，他们还藏了一手，也许可以改善对焦，但是具体是什么方案、什么战术，我是完全不知道，但值得期待一下。只不过我要提醒一下，一定要注意，任何厂商的保证，在未来的保证你都不应该相信，你只要看当下的这些功能是否能够打动你。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 GH6 的上手。你觉得你会选择购买 GH6 吗？我们团队做这个内容也是投入了很多精力，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做评测有非常大的鼓励。那么我们下次再见。